爸爸，爸，娜娜，没事，爸爸来了。胡英博，是吧？好，你既然不说话，那我说，好不好？你看啊，我站在你的立场上，替你考虑，你放了这个女孩，我来给你做人质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抓了局长的女儿，我是公安局长，是吧？你看，你用她来要挟我，我作为公安局长，是不可能在老百姓面前徇私枉法的，你懂吗？但是你要把我当人质，就不一样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好。好。把钱掏出来！快把钱给我！你说什么？快把钱给我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你还是把这个丢掉吧，小心划了你的手。废什么话，快把钱给我！快点儿！再加1碗牛肉面，1盘口水鸡，1盘酱牛肉。
有人吗？老乡，老乡，你怎么了？老乡，快醒醒！你怎么样，老乡？啊？什么？叫救护车！救护车！那他被绑走了。啊？缸里。哎，你好，827怎么走？一直走到底，右转就是。好。老乡，老乡。
你想做什么就做吧。早点休息吧。嘿，你新来的吧你？啊？您是台委队长吗？对，我是台委，但我不是台委他妈。哦，哎，呀，邢志森在哪儿啊？啊？老乡怎么样？啊？伟哥，伟哥，啊？你这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老邢怎么样？可是他怎么一宿没见就发生这么多事儿啊？可不是嘛，让这邢大爷给撸头了。没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昨天晚上接到群众报案，城湾宾馆发生持枪杀人案。等我们大帮小伙的到了之后，发现这持枪杀人的人是在刑局。谁？刑局？你有病啊！啊！不是，怎么我有病呢？我炸傻了！你们他妈脑子都傻了是吗？邢志芬啊，持枪杀人，可能吗？技术科的调查我已经看了360遍了，现在把所有的证据堆加在一起，只能推断出一个来，就是邢局持枪杀人之后畏罪自杀。你就是台委啊？过来一下。你谁啊？新来的局长扁平。我中午去哪儿吃饭？去楼下的羊肉馆。便去。别去。开始吧。昨天晚上10点左右，我们接到群众报警，说是城湾宾馆内传出了枪声。我们来到城湾宾馆的8227号房间，确实发现了意外，一死一重伤。死者胡英博，年龄39岁，无业。而这不是那个唐优，你的拳，你接着说。
一个是绿藤市公安局局长邢志森，被发现的时候因流血过多而昏迷不醒。在过去的2个月里，邢志森和胡英博没有什么生活的交际。胡英博体内的子弹是由邢志森手上的644手枪激发而出的，而胡英博手中握着的是一把不锈钢勺子。在邢志森的体内也发现了644手枪的弹头，但据技术科鉴定，邢志森体内的子弹也是由他自己手中644手枪激发而出的，并且在现场没有发现除了邢志森和胡英博之外第三者的痕迹。也就是说，邢志森因保护人质安全而开枪击毙胡英博这个观点，就现在的证据来说，无法成立。综上所述，现在怀疑邢志森滥用武器致他人死亡，被发现时候畏罪自杀。畏罪自杀？怎么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老邢了呢？干嘛？这是案情分析会，不让说话。我怎么不让说话了？啊？他新来的不了解，你们也不了解老邢吗？再说了，怎么对战友一点信任都没有？只有你是老邢的战友，他们就不是老邢的战友了。还知道是战友是吧？那怎么连一点人情都不讲？这时候是讲情感的时候吗？人情能破案吗？人情能代替证据吗？证据是什么？是冰冷无情的。你与其在这拍桌子发脾气，不如去找新的证据来推翻现有的证据。用不着你说，我也会去找。我就看不惯有些人这么冷酷无情。大家都回避一下。坐下。我让你坐下。你看清了吗？说实话，是没看见邢刚。我没问你这个，我问你，看清楚老邢的心了吗？一个公安局长，老邢真，晚上10点半钟，驱车20多公里到市郊一个小旅馆，面对一个只拿了一把汤勺的陌生男人，利用枪击的方式剥夺他人的生命，你信？这个局做的是费尽心机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老邢，把老邢逼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。当务之急，我们侦查的方向就是要尽快的找到邢娜。我一直有一个感觉，绑架邢娜的和陷害老邢的是一伙人。他们胆子真大，肆无忌惮地陷害一个公安局长，这背后的势力背景够深的呀。你要是一个不慎，就能让人吃的连渣都不剩。这个案子你还敢查吗？回头老邢醒了告他，他还欠我70块钱了，让他抓紧还我。这乱的。干嘛去？13号院。你现在去啊？我得赶紧打个电话。
哥，这死者叫胡英博，39岁，家就住在长宁北街老荣巷子13号院。家里还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弟弟。怎么回事？这姑娘？对不住，没事。这弟弟2年前出去打工了，这1年前回到家。哎，你好。整个家庭啊，主要是以吃低保为主。这反正从这上面显示，我觉得这事儿很奇怪。人的钱这么慢吞吞的，输急哦，你输了就急哦。你们那么多钱，就你们3个人，有钱不输一点。这个人他家手气这么好，没你还不多啊，赢了那么多钱还不多呢。快点打，走。哎呀，别急，阿姨，打听个事儿啊，都被打了。 13号院怎么走啊？看看，啊，不错。阿姨，13号院怎么走？您知道吗？哎呀，阿姨，阿姨，你喊什么喊？我耳朵又没聋。没说你是聋子。行。抓，我丢这个，抓，快点。大爷，问您一下，那个13号院怎么走啊？我不清楚啊。谢谢。哎，兄弟，我问一下，那个13号院怎么走？你知道吗？我也一条。13号院啊，什么路子？啊？我问你找谁？哦，找那个胡英博。哦，胡英博。胡英博啊。胡英博在这边。认识。哼，找对人了。哎呦，太好了。 13号院啊，要走到第2个牌子后面那个。是大人，我站着，站住！好，躲着点。哎，大姐，听我解释，我是警察，我现在正在执行。哎，好，下手！没有还你啊！这样子。 我们打的是警察，对，哪里有？不是大姐，你听我说，我抓着你，现在我抓着你，不是你打死一个还要再打死一个，我哎呀，你干嘛？别！今天是打不了的。我不走了。大姐还有纸巾吗？手！哎，手！你他妈跑什么啊？你饶我干啥嘛？他放手，不然我报警了。别费劲了，我就是。蹲下，蹲下。胡英博是你哥是吗？亲哥，跟死了一样。你也不用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瞅这也够奢侈的。你哥给你留多少钱？说话。1周钱。生日电话，周浩的妈。他有没有说是谁给的钱？我们从来也没问，他从来也不说。
碰啥呀？有钱就行。那你哥给你留了多少钱？我5万。25。你抽的这个，不知道是你哥的胳膊，还是你哥的大腿。兄弟，好好的吧，啊！停！多少钱呢？好，谢谢。怎么了？出车祸了？没有。人过。什么意思？不是你不用看我现在这样，我有发蜡吗？没有。嗯？没事儿。你不是兜风去了吗？你怎么不说我又跑了呢？个怂蛋！我还怂，伟哥，不是我磨叽你啊，这事儿你说来说去。出事之后，再没有人进过这房间吧？当时老邢的位置应该就在这儿，在这块儿。那个男的应该在这个瓷砖边上。如果邢大在场的话，那么应该就是在这一块儿。不是，那这也太干净了。服务员，这是案发当日那块地毯吗？嗯，洗过没洗过？不是，问你洗没洗过这块地毯？没洗过。小壮，哎，你好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。打扰一下。你们谁啊？我们警察。是这样，我们想了解一下。这个就是当天的录像，看吧。哎，这怎么会这样？那天晚上系总在调试，什么都没录上。这也太巧了吧！啊！哎，我说大哥呀，这一块电路板上有3万个二极管，
哪个坏了都得重新修。那天晚上系统抽了风，我总不能为了一个2级管去打120吧？你好好说话。啊，吃点东西吧。真是太奇怪了。是啊，你说老邢出这么大事儿，放不良心了吗？我没说这事儿。你有没有觉得长安宾馆里面所有服务员、所有的保安都不太正常吗？是啊。你看咱一去啊，该玩的玩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还有那监控，1年都修不上一回，非赶上案发当天，这太巧了。你说普普通通的一个宾馆啊，出那么大事儿，所有人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就好像提前有人跟他们打过招呼一样，告诉他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办警察局长，都心里有个准备，别回来警察来了不知道说什么。大哥，那照咱现在这么分析，那整个宾馆它都……对了，你查这宾馆是谁的产业？然后我回技术科，我跟他们说一下，那个房间已经处理过了，看看楼道里会有什么线索。这次事儿不小啊！杨哥，那我先去查查他是哪家产业，然后一会儿我给唐哥打个电话，你就别跑了。军情太紧急了，时不我待呀。我走了，哥啊。这些天，你就先住在这里吧。方木，周大婶儿，你这些天去哪儿了？这是……哦，他是方木哥哥。亚凡。你摔哪儿了呀？膝盖。那个，哎，亚凡，这孩子就这样，怕见生人。哦，我不大会买衣服，周大姐，这些是给亚凡的，你帮我给他吧。他是闽南，是我朋友，可能在咱们这里先住几天。这个是你的车。好好好，闽南，你待会儿就住在那栋楼里，我给你腾个房间出来，啊。闽南，闽南，闽南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闽南，你怎么了？闽南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孩子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再看看。让你害怕的东西还在吗？你带回来的那个女孩得了一种心理上的疾病，创伤后
应激障碍。周老师，从来没有听说过您还有这方面的研究。10年了，瞎闹，也不知道这孩子的病能不能治好。这种病真的那么危险吗？得了这种病的人，往往是经历或者目睹过巨大的心理刺激。你的大脑就像一架照相机，把这点痛苦永久地照在了你的脑海里。当你再次遇到相关或者相似的事情的时候，恶魔就会从你脑海中出现。恶魔一旦从自己的潜意识中诞生，就很难再把它去除了。潜意识会逐渐控制你的思想和行为，到最后，甚至会让你的人生堕入深渊。周老师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不能彻底治愈这种心理疾病的话，还会有更多的人死去，是吗？凡是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，要么自杀，要么杀人。这就是小赵的儿子，在他8岁的时候，也患上了这种病，趁他妈妈不注意，自杀了。那为什么会杀人呢？世上所有的果，必有相应的因。恶魔的诞生，是因为他自己目睹过地狱。如果有一种方法，能够让你回到过去，并且杀掉那个恶魔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不行，不行，方木，怎么了？前几日，就我市检察院发起，公安局协办，就我市某警察涉嫌过度使用枪支的情况召开了会议。会议上重提5条禁令，涉案警察是我市公安局局长邢志森。你先别激动，先把刀放下。怕了吧？慌了吧？开枪啊！有什么要求，你尽管提，先把人质放了。
外庄，就这儿，就是。之前我也调查过了，关城宾馆的法人就是梁四海，50岁。这老头2周之前刚去泰国，所以没有这个作案动机。我刚才不是来过吗？警察办案。能走，没事。我还调查这个梁四海有个儿子，叫梁泽浩，2年前刚刚刑满释放。我也根据老民警们了解到，10年前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恰巧就是咱家刑局。 10年前，那这梁泽浩现在多大岁数？现在是28。犯的什么？聚众强奸少女。这是哥，你也别来回看了。刚才我从他的同事那儿了解到，他得有1个多月没来了。微信来的，给我查个人。 梁泽浩，对，手机吧。是唐优啊？对啊。哎，悠悠，哪屋？你得辛苦。哪屋？顺着上，这。你有事辛苦一下啊！你得帮我查个电话号。哎，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警察办案，跟你没关系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梁泽浩平时有没有看报纸的习惯？每天的《绿藤日报》都会给他放桌上，但他从来不看。伟哥。 伟哥，你电话号？唐优的。喂，一件好事，一件坏事。别废话，有事说事儿。梁泽浩的手机开机了，在城湾宾馆往西3公里左右的一个空地上。太好了。但是，怎么了？这个空地紧紧挨着梁泽浩的码头，他们可能要逃跑。 喂，唐优，不对嘛啊？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啊？对啊，就一学校啊那边。现在请四海公司董事长梁先生讲话。伟哥，刚才我发现门口停了3辆货车。 谁让我多读点专业的书，没错。但是得根据我的情况，我这脑子乱，看了后面忘了前面，记不住，跟得了失忆症似的。那哪段背不下来，拿夹子夹自己的手背再背。忘了呢就夹一下，多少都能记起来一些。真假的？ 听着跟玩没学照似的。典型的失忆症刺激疗法，
很多人由于脑部受伤或者心理打击，患上了失忆症。其实，你失去的记忆并没有丢失，只不过是掌管那部分记忆的脑细胞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。如果经受相同的刺激，比如相同的场景，或者从视觉、味觉等感官上重新激发脑细胞，就有可能恢复记忆。你这属于中毒啊！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，这本书里就有。他能不能给我换个大罐？就这个吧。你是谁啊？哼，别着急啊，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互相认识、互相了解。我想先了解一下7月27号晚上10点钟，你在干嘛？对，富二代啊。经常抽点大烟，喝点大酒，导致记忆力衰退，很正常。没事儿，我帮你一点点的回忆。啊，这得从10年前说起啊。10年前你还是绿藤市第一中学的学生，因为你的家境殷实。锦衣玉食，你和所有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这辈子哪怕什么都不干，你也能过得衣食无忧。你看，这恰恰是你不愿意去接受和面对的事情。你觉得你的人生像写好的剧本一样，按部就班啊，出国留学，然后回来继承父业，你觉得特别的压抑，特别的无聊。于是你就想着在出国之前干一点与众不同的事情，来改变这个现状。1998年，纠集了你所谓的朋友吧，对，啊，用露营的借口，约了这个女孩，让她跟他们一起同行，在天阳市的一个晚上。你和你3个同伙对他实施了轮奸，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住的那个宾馆正好是一个特大贩毒集团的窝点，当时就是他，记得吧？邢志森。为了这个案子，他就在这个宾馆。他把你堵到屋里的时候，你连裤子都没穿上，就跪地求饶，甚至你连买通受害人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老邢带走了。这一关就他妈10年。你从一个欺负人的人变成了一个被欺负的人，于是你就在监狱里下定决心，你一定要报复。2年前你被刑满释放了，你看，你本来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，但是你突然消失了，无影无踪，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在你自己的城湾宾馆设下了一个这么大的局。你用25万买了胡英博的1条命，并且在当天关闭了所有的监控系统。对。你指使人去绑架邢娜，利用邢娜把邢志森诱骗到长安宾馆，再用胡英博完成你的完美计划。但是你唯一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也到了长安宾馆。我从老邢的口中知道了邢娜被绑架的事实。被绑走了。
你为了使陷害成立，你不能让我活下去。你又指使人打开了邢娜的卫士共享，想他妈的把我和这个秘密一起炸得灰飞烟灭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们四海公司3年前包了个铁矿，那些炸药本来是要拿来炸矿的吧，用在我身上了啊！你笑什么？啊？所以有的时候，我真的特别服你们这些警察的想象力。除了四海公司以外，从事矿产行业的还有7家公司呢。再说了，炸药这东西，难道一定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才能拥有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帮女朋友买过卫生巾没啊？哦，对不起，你可能没有女朋友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时间和这个精力和你在这开玩笑。我问你最后一遍，邢娜到底在哪儿？这是我在老邢办公室里发现的，啊？有印象吗？这些被剪过的报纸是在你办公室里发现的，嗯？你还他妈记得吧？当然，你肯定不会亲临现场，你不会干这事儿的。但是很不好意思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们查询到了，你用这个手机和一个陌生的号码通了将近11次的话。如果我现在要是拨回去的话，啊，进来。伟哥，之前我带人把四海公司所有的产业都调查了个地儿朝天，什么都没发现。然后之前咱们注意的那3辆货车也查了，上面除了给孩子的被褥，还有一些猪肉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从他车里发现的。我解了这些报纸，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报道失学儿童的。您不是问我这1个月都去干什么了吗？台警官，我想跟你说，我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，想明白了一个道理。我之所以会被抓进去，就是因为我没有受到正确和良好的教育。为了让更多的孩子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，所以我用了1个月的时间建立了3所希望小学。我就是希望能用我的前车之鉴来告诉这些孩子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。行了，陆大全，我正在做什么用不着你管，少在那给我加盐加醋。我现在这样我很开心，我很高兴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小浩，你为什么就不明白呢？我留在四海不是为了和你分家产的，我只是想帮义父一把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能踏实下来，我会在最快的时间内
开公司的？我是四海集团的总经理陆大春。那天晚上呢，大概是10点钟左右，泽浩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因为他刚刚被放出来，所以呢，我很想知道他最近在做什么，但是他不告诉我。现在我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他那天晚上会给自己打电话，而且还故意录了音？我们做生意的呢，最讲究的就是诚信，但是总有些人呢，他说话不算话。如果你被骗的次数多了，你也会长记性的。你走吧，这用不着你。你有病吧？我一直以为你是不适合当警长，我现在才知道你是压根儿就不想。是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你有你过不去的坎儿，这我理解，我也尊重。但你不能他妈这时候扔下老邢你不管吗？愿意走走，没人愿意搭理你。说够了没有？说够了，出来。痕检那边的人都已经查过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你们压根就查错了。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我们总是相信眼睛所看到的东西，但是往往会忽略一点。你总是以为你看到的就是事实真相，但是实际上，你能看到的仅仅是凶手想让你看到的。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就算有人事后打扫过房间，
那么，是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，可以把邢娜的痕迹一点不落地抹掉？那么解释应该只有一个：邢娜根本就不在8227这个房间里。没这可能，老邢不可能骗我。如果邢局一开始就不在8227那个房间呢？邢局来到的这个房间确实是8227房间。胡英博利用邢娜作为人质，逼迫邢局开枪。但是邢局没有想到，对方早有准备。当邢局放松警惕的时候，被人偷袭，被自己的枪击伤之后，倒在了地上。这个时候，真正的凶手故意让邢局看到邢娜被自己掳走。之后，邢局因失血过多陷入了昏迷。接下来，就是最重要的环节。凶手利用某些工具，将刑局经过走廊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，同时也将胡英博转移到那个房间里。这样，凶手就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制造出了一个虚假的犯罪现场。为了保证这个第二犯罪现场能够不穿帮，所以他必须要等到你来了之后，指引你到达那个位置。8227怎么走？一直走到底。而你当时只要一看到昏迷不醒的刑局，就会下意识地认为这就是刑局开枪的房间，这样凶手的计策就完成了。等一下，这种方法必须要保证老刑是昏迷不醒，而不是被一枪打死，这都太难把握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假设刑局在你来之前就已经死去的话，那么凶手可以有很多种办法吸引你的注意力，去追那辆疑似绑架邢娜的车。凶手假冒代替的房间至少要满足2点：第一，房间的布置和朝向应该大致相同；第二，为了防止警察发现，他应该会选择较远的房间。就是这个了。没错，这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这件案子，我们的侦查方向出了问题。整件案子看上去显然是针对刑局的报复犯罪，但其实却恰恰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。如果是用这套方案来栽赃刑局的话，前提是什么？必须让刑局来到这里呢？是邢娜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在时间的选择上，对方为什么迟迟不动手，而非要在那天晚上动手呢？太尉，这是因为你几乎是24小时保护着邢娜。你想一想，是不是唯独那天晚上，你没有亲眼看见邢娜走进家门？就是这嘛。对。唐优，你帮我查一下邢娜失踪当晚，从长兴荣巷到老街的监控录像。先跟你说一下啊，没那么快。大陆交通的录像呢是由交警队管理的，
这个点吧，现在应该就剩下这。嘿，监控我都看过了，没别人，就邢楠一个人。只有一个人吗？对。凶手能够在你出现松懈的情况下立刻动手，而从你所说的监控录像来看，又不是普通的陌生人跟踪作案。喂，你现在有空吗？那么问题只有一个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去找。凶手完全了解邢娜当天晚上的时间安排，这个人应该是邢娜熟识的人。什么？对，邢娜那天晚上主动跟我说她要晚点回来，叫我不用等她了。那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？我不知道。每次我跟他聊半小时，哎，我整个人感觉特别舒服。方木，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，真的。你在外面等我。你好，我是绿藤市公安局刑。好，现在随着我的倒数，你会感觉到身体越来越轻，面前的这道光越来越强烈，你会安全地回到我的身边。3、2、1。有没有想起什么？没有关系，记忆是这样，有的时候它很残酷，但是它也在告诉你，你在过去真的存在过。好了，去休息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在治疗的重要环节，如果你刚才发出声响，那个女孩很可能会永久性失忆。刚才没有砸到你吧？没有，我是方木。在我过来的过程中，你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我手部的动作细节，还有眼神的方向变化。你好像想从我扔出那本书的这个动作知道我的性格。全绿藤市公安局的心理测绘师，不是只有方木吗？杨云在那边。你肯定不是来找我的。素不相识的警察找上门来，
只有一个目的：审讯。你刚才有提到过，你是绿藤市刑警这几个字，所以说，你看到我的第一反应是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。整个诊所只有我和杨云，如果你不是来找我的，势必是来找他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让他回去吧，我要下班了。其实，我们今天来，邢娜出事了，你觉得整件事情跟我有关系，对吗？邢娜和我约好了今天来治疗，她没有来，而你们来了。你们从邢娜遗留下来的东西上得出了我刚才的猜测，对吗？神探、心理画像师，这些光环到底给你带来了什么？你为什么总是在事情发生了之后才想怎么去挽回？为什么每当人死了之后，你才去想他有过什么样的惨痛经历？为什么只有当你一个好朋友失踪了之后，你才去关心他最近干过什么、接触过什么？罗夏海也是，邢娜也是。你到底是关心邢娜，还是只在乎通过你自己的聪明才智抓住凶手那一刻的虚荣？对不起啊，你在愧疚什么？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，刚才你左手的拇指一直在用力地按着你的无名指，这不应该是表达愤怒的一种情绪。你刚才那番话好似是在说我，其实是在说给你自己听。邢娜就是因为你才被绑走的，对吗？那天晚上，他来我这儿治疗了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。临走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感觉最近一直有一个人在跟踪他。跟踪他？喂，你现在有空吗？那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你。但是我没往心里去，我以为那是邢娜臆想出来的。如果我当时相信他的话，如果我当时选择送他的话，那今天坐在这儿的不是你吗？听好了，那天晚上的录像确实只有邢娜一个人，但是在某些镜头的边缘处进行放大和处理之后，会发现一个人的风衣的衣角和一个人的影子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在有意识躲避的摄像头。错了，太伟，那天晚上你为什么和邢娜吵架？他把人打了？他平时打人吗？很少。躲避摄像头，怎么做到的？
对上了，全都对上了。凶手不是提前知道了邢娜的计划，而是他像个幽灵一样，一直的跟踪着邢娜。为了确保那天晚上你会出现松懈和疏忽，他一定主动做过什么事情，是导致你没有送邢娜回家的主要原因。他们先动的手，要拉走我同学。你看看你现在你这个样。每个人都有能做到和做不到的事。就算你把邢娜送回了家，很有可能凶手会把你俩一块给绑了。所以你不需要愧疚。至于这些事情，就交给我们这些神探去做吧。邢娜，我会送回来的。哟，两个男的一起到这儿玩，小包就可以了，要陪唱吗？600包场，送一个果盘，现金刷卡。这个刷卡吧。我来，我来。哎。滚！哥，新来的，净瞎说，明天我就开了他。行，少贫，别说，今儿不说这事儿。厕所是在那边吧？那边要，我带你，我带不是，自己不找啊。别说，我问你，那天晚上邢娜把你脑袋开了是吧？这个啊？我觉得这不是给我开票，这是给我开了光了。我这2天智商咔咔往上升。来，我看看。还疼呢哈！哎，这孩子下手真重。我那个替他跟你道个歉吧。不用。那天晚上那个他到底是跟谁起的冲突？那天晚上啊，不知道。好好想想。真不认识。哥，你不信我？行。金哥，有警察！大爷！前面后门。厕所是在那边吧？我带你，我带你。这是他吗？啊？是不是他？哎，起来，这不认识他们啊！起来！解酒的，啊。喝吧，啊，没事儿，放心啊，大胆的喝，我们不像你。
杯里没东西。我们在你开设的 KTV 的包房里，其中的杯子里发现了一种叫七福迷的东西。这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几个姑娘长得漂亮啊，然后呢，你们就往人家杯子里面撒一点儿。意志强的呢，能撑个3分钟；意志弱的，当时就躺那儿，然后你们就把这姑娘带走。我们从宾馆记录里发现，你用你的身份证连着开了3间房，啊，是不是？29、30、31，显得你身体好是吗？今天谢谢你，你能站出来帮我们指认，帮了我们很大的忙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如果你还能想起什么来事情，请跟我们联系。好的。刘远，我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隐瞒。也许在你眼里微不足道的事情，会给我们带来很不一样的结果。其实那天晚上我被迷倒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闻到了一种味道，那是一种怎么说，臭烘烘的味道。但是后来我在醒来的时候，我在金永玉的身上没有闻到这种味道。其实我怀疑是不是我闻错了。谁啊？邢娜到底在哪儿？我的天哪！原来你们是为了这事儿才把我叫过来的。装孙子是吧？不是，两位警察同志，我这脑袋没毛病，我也不傻。这邢娜是谁啊？那天差点把我 KTV 都给砸了，我躲还来不及呢，我哪敢惹她呀？我承认，我姓金的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那些女孩，她们本来就是出来卖的。你要说我是强制把她们那个什么，那不成强奸了吗？我这顶多就算一嫖娼，对吧？那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天晚上我才从 KTV 包间出来，我就看见一男的，把一小女孩给迷晕了。我上去就大吼一声，这男就跑了。哎，姑娘，走，他妈真沉！我就把这小女孩往大厅扶。看看谁认识谁就把他带走。我要拍照。这没想到刚走一半，这邢娜从背后咣就是一脚，就干我腰上了。
就这样，现在还疼呢。你抽开我看看吧。还不明白吗，警察同志？你们抓错人了，我真的不是凶手。你说这男的长什么样？瘦瘦小小的，穿个风衣，别的也没看清楚了。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，这么重？送你的哑铃。我不需要。哎呦！嘿，我说，就你这小身板，真该好好练练。万一哪天有什么情况啊，哥哥不在你身边怎么办？从今儿开始你就给我练起来。你是真心想让我锻炼的，还是想折磨我？哥当然是希望你好好锻炼了。揉鼻子表示也是真相，嘴角上扬表示嘲笑。其实，你是想看我笑话？我怎么会想看你笑话呢？我当然是希望你好啊！过分注视对方眼睛，摸脖子，你在撒谎。瞳孔放大，表示惊讶和恐惧。微表情是表达一个人内心想法最准确的线索。它从人类的本能出发，不受思想控制，无法伪装，也无法掩饰。微表情嘛，这个哥也懂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恐惧和紧张。那就是来了幸运。瞳孔放大就是金融解释。我的天哪！差不多完了啊，人也不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朋友，我得批评批评你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说你一修电脑的，你大晚上不好好鼓捣你的电脑，你在这装什么失足少女？嘿，什么态度啊？那我还不是想帮忙吗？帮什么忙啊？啊，就拿这个，拿这帮忙。那谁让他跟我来着？那谁让你到这儿来的呢？那谁让他撂我电话的？谁让他撂你电？对啊，默默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你怎么能随随便便撂人电话呢？啊？这。这条巷子是邢大回家的必经之路，巷子全长500米，前后延伸出去大概1000米左右。年久失修，路灯很少，盘根求解，错综复杂，就像是一个特意为跟踪而准备的活体迷宫。为了安全，在巷子的2个出入口放置2个监控，凶手能够在跟踪邢娜的时候几乎完美的避开监控摄像头的角度。那么凶手一定要满足2个点：第一个，他必须要极度熟悉整条老巷的结构和构造；第二，他必须了解摄像头的摄像范围大概是多少。这条巷子始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，因为机械厂的改造，在05年的时候被废弃，而近2年没有类似的跟踪绑架案，所以凶手没有刻意为跟踪而熟悉整个路程，他应该是在这里生活过，年龄大概在35岁左右。目前的信息就这么多，但是他为了躲避摄像头的拍摄，
就必然会在其他地方留下更多的信息。台委，我需要唐优的配合，还原罪犯的心理画像，重演犯罪过程。我现在很激动，一个我以为即将消失的猎物，现在终于出现在我面前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再次逃跑。方木，我快看见你了啊！第一个摄像头，对，我知道，摄像头的开角是90度到120度之间，距离我有4米，而我现在只要紧紧地贴这个墙壁走过，就可以完全躲避。凶手身高在172到178之间。他听见刚才摩擦的声音了，走得比之前更快了一些。他害怕了吗？是的，他害怕了。他走了，我走了。方木，方木，人呢？喂，回个话，方木。他会怕我吗？他会嫌弃我吗？他会嫌弃我身上的味道吗？可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一直深爱着你。喂，唐优，先别往前走了，方木那儿可能出点问题。别呀，大哥，我好不容易都出来了，你不会再让我折回去吧？方木联系不上了，你站原地别动。唐优，喂，喂，唐优。
哎，怎么着？不是说有线索了吗？方木呢？那个头儿，昨天晚上那个出了点事儿，方木他给晕过去了。晕过去了？对，是，那个医生说那个他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刺激，是那个暂时性的昏迷。暂时性的昏迷，多长时间？多长时间这我也不知道。不过他身子以前就弱，我跟你保证啊，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凶。干嘛呢？说好话，打掩护，还身体弱，身体弱当什么警察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一个警察他要是身子弱，那他的心理一定比普通人更强大。他是我的师弟，我比你了解他。啊，开始吧。在之前的调查中，因为凶手的设计和巧合，我们没有在成安宾馆发现任何和邢娜有关系的线索。但是在新的一轮调查中，我们在原本的8207房间的地毯上发现了邢娜的血迹。那由此就可以肯定，邢娜是一定在成安宾馆出现过。如果是这个原因老邢开了枪，那一切都合理了。是啊，经过我们的调查，邢娜失踪当天大概去了这么几个地方：这个第一章节心理咨询室、金伯爵 KTV， 还有这荣庆老街附近一片区域。经过我们的排查，我们可以断定，邢娜一定是被人跟踪之后才遭到绑架的。我从交通局调取了邢娜失踪网站的录像，在3处监控视频来看，除了邢娜的踪影之外，她的背后没有一个人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凶手在刻意地躲避着摄像头。在邢娜这个被跟踪的荣街老巷看似迷宫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找到几个证据。第一，凶手身高1.70米到1.75米之间。第二，35岁左右，身材中等，其貌不扬，有着非常敏锐的方向感，90年代左右曾经在机械厂附近生活过。第三，我们在跟踪的路线上发现了动物的毛发，结合他身上有气味的这一点来看，凶手应该是动物园的饲养者。他对于邢娜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爱。虽然躲避了摄像头的拍摄，他却不经意间在跟踪路线上留下了大量的信息。他的目标是囚禁，是想让邢娜成为自己一个可以享受的玩物。冲动作案，作案地点随机，这说明他是一个典型的感知障碍性人格。综上所述，请在全市和动物园相关的场所里寻找年龄在35岁上下，身高1.70米到1.75米之间，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曾经在机械厂就职过，并且从事过和视频监控系统有关职业的男性。好，大家都听明白了。现在就按照方木提供的线索行动吧。散会。方木，你觉得邢娜活着的概率有多大？